这几天大 S 流感并发肺炎过世的新闻，让许多人感到很震惊跟悲痛。在大家缅怀大 S 的同时有许多人对于流感产生了许多的疑问。这个大家常听到，甚至许多人都感染过的病，真的这么可怕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流感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2月3日，大家熟悉的明星大 S 因为流感并发肺炎猝然离世，消息传出之后，许多人都觉得很突然，也很惋惜。那除了缅怀大 S 这件事情也让许多人开始意识到流感的严重性。那流感确实不是普通的感冒，根据 WTO 的统计，每年平均约有10亿人感染季节性流感，包含了300万到500万的重症病例，其中呢约有29万到60万人因为流感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死亡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也是流感的好发季节。今年冬天日本已经有超过950万人感染流感，是26年来最严重的状况。台湾最近流感病患人数呢也急剧的上升，并且从去年10月到今年的1月期间，已经累计了525例的流感并发重症，107例死亡，是10年来的新高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就会和大家简单的介绍流感，包含流感是什么，感染流感真的很严重吗？可以怎么样预防流感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的小心呢？不过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想买二手车，但担心车况不透明或有里程不实的问题吗？那你可以考虑到小狮汽车看看，他们主打资讯公开透明，丰富车款任你选。小狮汽车是二手车交易平台，坚持真实车况、实车实价，提供消费者完整的购车资讯，而且严格筛选二手车，建立透明化交易流程，还有完整售后服务，全力保障消费者的购车权益。另外，小狮汽车呢，还有小狮汽车生活频道，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，都可以学到实用的购车、顾车技巧，还有保养小知识哦。如果你有买二手车的需求，欢迎点击资讯的连结到小狮汽车平台看看，也可以订阅小狮汽车生活频道，了解更多的汽车相关资讯哦。流感全名叫做流行性感冒，虽然它的名字里面也有感冒2个字但与由鼻病毒细菌引起的普通感冒很不同。流感是指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。那流感病毒呢，主要分为 A 型跟 B 型2类，这2类的病毒都会在特定的季节爆发跟流行。A 型流感病毒传染力强，除了会感染人类，也会感染猪禽鸟等动物。B 型病毒呢，只会感染人类跟海豹，相比 A 型它的传染力则相对较低。那一旦人们感染流感病毒之后，就可能会出现咳嗽发烧、喉咙痛、头痛、肌肉酸痛等等症状。而且比起普通的感冒，流感的这些症状通常会更重，持续的时间也会更长，我们也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恢复过来。那究竟流感为什么会这么厉害？这其实也跟流感病毒的特性有关。流感病毒当中的 A 型病毒传染力强，而且容易发生变异。如今已经变异出了 H1N1、H2N2、H7N9 等等的多个亚型病毒。历史上面这些亚型病毒曾经引发过多次的大流行，比如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就是由 A 型的 H1N1 病毒引起，造成全球约有5000万人死亡。1957年亚洲爆发的 H2N2 流感，共有100多万人死亡。2009年时呢，最早在墨西哥与美国爆发的新型 H1N1 流感，在之后也引起了全球的大流行。根据统计呢，当时的这个流行期间全球约有7亿到14亿人感染了新型的 H1N1 病毒，而且新型 H1N1 至今都很流行。像是最近日本爆发的流感当中，93% 感染病毒就是新型的 H1N1。那相比于 A 型病毒B 型流感病毒的传染力跟症状都相对较轻，历史上面也较少出现 B 型流感大规模爆发的状况。不过也有不少专家提醒说，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B 型流感也同样需要留意。那除了变异性高、传染力强，更严重的是流感可能会引发多种的并发症。过去有很多人觉得流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，可能是因为跟其他的疾病来比呢，流感在一些统计数字上面确实相对的没有那么的危险。目前每年流感平均的死亡人数呢，大约在29万到61万之间。比起平均每年造成1300万人过世，全球第一大死因的心血管疾病，流感的死亡人数呢是它的1/20。流感的重症与死亡率呢，大约是每10万人当中有4.41到9.57人。而 COVID-19 Omicron 变异株大概呢会造成每10万人当中380人重症，180人死亡。那虽然从整体的数字上面来看，流感引起重症死亡的几率相对还好，但流感呢仍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并发症。
比如流感容易引发病毒性与细菌性的肺炎，这可能会让患者呼吸困难，血氧骤然的降低。而除了呼吸道的感染，流感还可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，导致像是脑炎脑病变，患者可能会因此癫痫，甚至陷入昏迷。另外，流感呢也可能引起一些心血管并发症，像是心肌炎，患者呢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胸痛、心悸跟呼吸困难症状。那这些并发症严重起来都可能会引发生命的危险，尤其对于流感的高危险人群，像是老人小孩、孕妇、免疫功能较弱的人等等，都更容易出现这些并发症。另外，像是身体本来就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，流感也可能会加重他们原本的慢性疾病，像是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，还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等。那也因为流感仍有着不小的健康风险，如果我们真的得流感，也要随时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。一般来说，流感的症状会比普通的感冒来得快，也更加明显。所以，如果出现突然发烧、有明显的头痛、肌肉酸痛的症状，身体感到很倦怠，那就很有可能是感染了流感。这个时候就应该迅速的就医，并在医生的评估指导之下服用克流感等抗流感病毒药物，以及接受一些其他的支持性疗法。那在养病的期间呢，专家建议也尽可能的避免外出传播病毒，多在家休养。如果在这期间出现的症状加重，尤其是出现呼吸困难、胸痛、意识不清等等状况，就应该要马上的就医回诊。另外，针对像是高风险人群、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，也可以准备血氧监测仪，监测这个患者的血氧状况，从而能够及时的应对紧急状况。那除了中招之后实施的监测、及时治疗，其实流感也有一些有效的预防方式。除了大家熟悉的出门戴口罩勤洗手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等方式，目前比较有效的预防方式是施打流感疫苗。相关的研究显示当疫苗株与流行病毒吻合时，疫苗的保护力约为 40% 到 60%。对于18岁以上的成人，接种流感疫苗呢，可以降低大约 41% 的住院风险、82% 的重症风险以及 50% 的死亡风险。那虽然流感疫苗能够有效的降低重症跟死亡风险，但有些人仍然会担心疫苗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。但从目前的普遍医疗研究来看呢，因为流感疫苗呢大多是非活性疫苗，安全性相对的更高。一些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包含了注射部位的疼痛红肿或者硬结，少数人呢可能会出现发烧、头痛、肌肉酸痛、恶心、皮肤瘙痒或者荨麻疹等等症状。但这些症状呢，通常在接种后的1到2天内就会自行的消退。出现严重副作用的人呢较为罕见，发生率大约是100万分之一。因此，许多专家建议可以考虑施打疫苗来预防流感。尤其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、高风险慢性病人、学生以及学龄前儿幼儿等等的重点族群，应该优先的考虑接种疫苗。那具体来说，未满9岁初次打流感疫苗的人呢，需要接种2剂；9岁以上的人呢，不管之前有没有打过，都只需要接种1剂流感疫苗。而且因为流感病毒株经常变异，流感疫苗的保护力呢，也通常不超过1年，所以专家建议最好每年呢都重新接种1次流感疫苗。另外呢，自今年的1月1日起，台湾公费流感疫苗扩大提供给年龄在6个月以上尚未接种的民众接种。至今呢，仍有16万剂的公费疫苗可以供施打。如果怕公费疫苗预约排队等太久，也可以考虑选择自费的流感疫苗。那至于要去哪里打疫苗，大家可以上各县市的卫生局网站上查询，寻找离自己最近的诊所还有医院接种。周一我们看到大 S 在日本流感过世的新闻时，感到非常的意外。像我们这一代台湾观众多少都曾经看过他主演的戏主持的综艺，看到曾经熟悉活跃的艺人呢突然的过世，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惋惜。而且这次大 S 过世的原因又是和常见的流感有关，这也让我们意识到，原来这个大家习惯当作是小疾病的流感，竟然也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因为流感的名字里面也有感冒2个字，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会误会它就和普通的感冒区别不大，容易忽视流感的厉害。但其实流感的症状呢，不仅比普通感冒要更加明显，恢复起来也较慢，甚至呢它可能会引起像是肺炎心肌炎等等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。因此呢，流感可大可小，需要大家小心对待。那这段时间台湾也正处于流感的流行期，感染人群正不断增多，大家出门在外呢也要多加小心跟防护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考虑施打疫苗来增强保护力哦。不过我们也有看到有不少人看到大 S 过世的新闻之后，突然对于流感非常的恐慌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觉得掌握更多的资讯，维持均衡的饮食跟运动生活习惯，可能有助于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。那么也希望今天这一集呢，可以让大家对于流感有更多的认识，也欢迎大家将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人还有朋友哦。
好的，那最后呢，也想来问大家，你有得过流感的经验吗？A 得过，感觉非常难受。B 很幸运都没有得过，自己有类似的症状，但病情较轻不确定是不是流感。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流感是什么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感冒可以不吃药吗？以及一个医师如何害麻疹疫情再起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